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虽然买了一间老房子，它很旧，有一点破，但当时购入的时候很便宜，它现在翻了快1倍。我们买老房子，很多时候是买前院和后院的土地，还有它增值的空间。我是小玉，在这里我会每周和大家分享生活知识、个人经验、成长学习和融入异国生活的小技巧。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个永远都在挣扎的话题，到底要买新房子还是老房子？我们的房子房龄今年70，是一间实实在在的老房子。其实买老房子也没有那么的差了，当初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也挣扎了很久。今天我帮大家整理一个分析比较，买新房子和老房子的差别在哪里。如果是根据城市环境、交通、生活基本设施来说，这跟老房子和新房子的关系不大，因为这就像是经过某一个城市和环境，都会有那一区的新房子和老房子。但是以院子的大小来讲的话，我认为老房子的院子会比新房子的大。价格方面，我也认为新房子会比老房子每1平方米的单价要贵很多。这牵扯到很多方面，包括物价、材料，毕竟现在的建筑材料和以前的也不一样了。所以当初我们买这一间老房子，虽然旧有一点破，但是看中的就是它的土地持分。这间老房子还有被扩大的潜能，我们还可以在后院进行扩建。除了这一些，新房子和老房子的差别就在于，大家都知道现在荷兰是房子短缺，在市场上的房子既昂贵又难找。严格来说，现在要找一间低于30万欧元的新房子几乎是不太可能。但是老房子的成交价的空间是很大的，因为现在的买家都很愿意竞标，他们都愿意支付比要价高出至少 20% 的价格。大家可以去问问房产中介，你要买的那一区现在的成交价格是多少，然后进行比较。在成交价格这一点，买新房子是占优势的。新房子的售价一般都是固定的，这样你就无需担心你所出的价格是否会被其他买家的价格超越。虽然新房子在成交价格上占了优势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说你有钱就可以买到新房子，因为大多数的新建项目的需求量都特别大。为了确定谁有机会买到新房子，建筑商都会把所有有希望的买家放入抽签系统，这就像买彩票一样，希望被幸运之神眷顾，自己会幸运的被抽到。只有被抽到的买家才有机会买到新房子。如果是买老房子，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。如果买的是一间老房子，买家需要支付转让税、贷款合同、评估报告等等的费用。对于购买新建的房子，买家就无需要支付这一些费用。这是因为当你在荷兰购买新建的房子时，你买的是 vrij op naam， 就是房子的名下还是无名的。这意味着说，卖家需要承担所有的转让费用，像是转让税、转让合同等等。虽然在购买新建的房子时，我们不需要支付任何的转让费用，但是我们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入住。在这一段期间，如果我们是租房的，那么我们每个月在付房租的同时，也得付银行的贷款。在短期里，这会增加我们每个月的生活成本，尤其是当我们没有资格获得过渡性贷款。新房子的优势往往都体现在长期成本上，因为荷兰的新房子通常都是按照最新的能源要求来建造的。有了高等的能源等级，就意味着说我们每月在能源的花费上可以省下一笔钱。而对于二手房的能源等级往往都比较低，如果二手房的房龄是在3到10年之内，那么能源等级还是算好的。但是如果是一间实实在在的老房子，就没有什么能源等级可以比较了。毕竟那个年代对建筑房子的要求和规格也没有那么的严苛。当然，老房子的能源等级可以通过进行定期维护和翻新来提高，不过我可以以我的亲身经验告诉你，这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过程。
现在在荷兰购买二手房的时候，买家经常会在竞标的过程中愿意牺牲某些特权，为的就是得到卖家的青睐。买家可能会提出放弃某些决议性的条款，大家要注意哦，某些决议性的条款很重要。比方说，一些买家放弃了在财务方面的解约条款，这样的话，如果买家非常不幸的被银行拒绝了贷款申请，那么买家就必须支付10%的罚款，这10%是购买价格的10%，会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可是如果选择购买新房子，买家会得到更多的保护。在大多数的情况下，从签署合同开始，买家有2个月的时间去安排所有的费用和贷款等等。荷兰的新建房子对于外籍人士的吸引力不大，外籍人士在短期都会先选择租房，然后再购买房子，一般都会选择二手房。这是因为荷兰的新建房子对外籍人士来说有太多的不确定性，比方说何时才能真正的收到钥匙，有一些新开发的项目短则几个月，长则可能要等上3年，所以荷兰的新建项目只能吸引那些决定长期待在荷兰的外籍人士，不然的话，新房子对于外籍人士来说起不了多大作用。还有一点我要补充的是，在一个项目开发前，必须要有足够的人对这个项目感兴趣，然后承包商需要申请建筑许可证，在建设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延误，像是或许承包商破产了等等的状况。客观来说，现在的消费者也越来越聪明，资讯也越来越透明。买新房子，物状没有什么好讲的。买新房子要在意的就是建设公司的品质。如果是买老房子的话，就是肯定要花钱修缮和保养。再严重一点的就是可能要全面装修一次，这也要看看前屋主是否有好好的保养房子。要买老房子的朋友就是要非常了解房子，这样才不会买错。最近有报道说房价有下降的趋势，与其是说下降，不如说是在调整这1-2年在疫情间不理性上涨的那一个部分。有朋友常问我，荷兰的房子会折旧吗？正常的行情来说，荷兰的房子也会折旧，因为会上涨的叫土地。但是以荷兰现在房子短缺的状况来说，买家没有在理会房子折旧这一件事。无论什么状态的房子都平均在21天内售出，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。明明看到那间房子很破，却在短期内被高价售出。如果你现在问我，我会怎么选？如果我有换房的机会，我会选择新房子或是二手房，但是房龄必须要在3到10年之内。我不是不喜欢老房子哦，只是买老房子的时候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，而且百密总有一疏，很多时候还是会忽略了某些地方。如果你们有不一样的经验和更多的资讯，非常欢迎你们在评论区里留言分享哦。好的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。我是每周与你分享生活知识的小云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请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也欢迎你转发和分享给更多你觉得对他们会有帮助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